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。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周要出的这些经济数据、宏观方面的一些东西，还有一些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讲话。这个时间都是美东时间。那么周二美联储的讲话，周三有个原油数据，周四就业。所以说下周数据并不多，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公司的要出财报的一个情况。那么下周我们看一下这个财报。周二的话，盘前可口可乐，Philip Morris 就是那个万宝路香烟那个。周三盘前 CME 这都是小公司。盘后这就是谷歌了。周三盘后有谷歌的财报，还有 IBM，还有 QS，然后这个 ServiceNow，这都是跟 AI 相关的，还有跟量子计算，然后就是特斯拉了，对吧？周三主要就是谷歌和特斯拉，这是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。然后周四英特尔，对吧？然后周五就没什么关注度比较低了。这主要就是周三盘后和这个周四盘后。那么等一下也可以分析一下这些要出财报的。当然了，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，就是会员朋友们可以在会员视频下方留言，这样的话我能够分析到更多你们关心的个股，这样就更有针对性。但是呢，我也想强调，我在这里做的分析不是给大家来喊单来了，千万不要把这个频道或者我的一个个人分析你当做一个喊单。那么这个长期来看，其实是很吃亏的，对你来说是很吃亏的，因为你把别人的一个意见当成一个你的交易依据的话，是很危险的，因为长期以往你就会，不去自己去思考，不自己去找依据，这其实是非常有害的。所以我在这里，要非常强调，我在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角度来。我说一下我的看法，而不代表这个市场真正怎么走。所以说，这只是一家之言。那么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标普。那么这个大盘呢，现在就是牛市的节奏，小步慢爬，快跌慢涨。这个节奏，一般心态不好的人，或者说天天想着暴跌的，拿不住，对吧？或者说你天天换股你也拿不住，一会儿买这个，一会儿卖那个，操作非常频繁的人，拿不住股的人，在这种市场，在这种慢牛行情是很吃亏的。所以说我一直建议大家就是精选个股，从三个维度嘛，不要单单看技术面一个方面，三个维度来选择你的这个交易的标的，基本面、比价关系，最后才是技术面。之所以我们更多的看技术面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变化快、变化多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变化，让我们的持仓成本降低，对吧？只有你的持仓成本够低了，持仓成本是零，是负的，那么你这每天的几个点的波动你是无感的呀，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多的其实还是为了长期持有它。那么大部分的美股还有分红，对吧？如果说你能够在很低的位置进入，或者说你的成本很低的话，又能长期拿，跟随一个公司成长的话，那这个利润是非常丰厚的。所以说呀，首先就是操作的股票手里不能多，首先是不能多，你不能手里十个八个的，对吧？天天忙得不亦乐乎，但是呢，最后也赚不到什么钱，因为你没有时间看，每个周期你也不能够很好的操作更多的周期，所以首先股票不能多，三五个，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资金量，如果你的资金量非常大的话，上亿的那种，上亿美元或者上千万美元的，你可能要多拿几个分配一下，但如果资金量不是很大的那种，就要精选，这个其实是要花功夫的。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标普。把这个好多软件调出来。标普现在这个月还有将近2周的时间吧。那么现在这个本月已经涨了1.48%了，那么最高点6313.96，那么月线上还没有任何的顶分型的迹象，对吧？
想要任何的转折，你必须要有顶分型，或者说底分型，没有任何迹象啊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说你的仓位在月线上有配仓位的话，月线上都不用管它，大周期上没有变化，你就继续持有就好了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它的次级别，虽然说大周期上没有出现顶分型，但是我们要更细微的观察这一段的内部。你只有多个周期结合起来，那么你的交易才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对这段的一个分析更全面一些。我们把它高亮一下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个区间套看一下它的次级别。那么在这个周线上起涨点3491，那么这个结构我们其实应该很熟悉了，说过很多次了。下面大 A 中枢，这里大 B 中枢，大 A 中枢的高点4607和大 B 中枢的低点，就是围绕它震荡的低点4835，两个价格没有接触，对吧？这个4835还是高的，所以说这两个中枢没有碰到，那么还是一个趋势上。周线上看，这个趋势上结构已经相当饱满了，进入段大 A 大 B， 这个大 B 可以随时结束，当然也可以不结束，它也可以再荡一下，然后上去给一个 C 段，给一个3买，然后再打一个高点，就是 C 段了，对吧？这段就是 C 段。所谓的 C 段必须还要含有最后一个中枢的3买，如果只是一个离开没有3买，那不叫 C 段。C 段一定是带3买的，或者说3卖，如果说是向下的话。所以这是在这里强调一下，这也是一个知识点。如果说它只是围绕震荡的话，不存在什么 C 段不 C 段，它可以没有 C 段直接掉头也可以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之前说过，围绕中枢震荡的这3段是必须要有的，或者说必须要出现的，其他都可以是跳空缺口，直接跳空缺口，直接往上走，可以没有这个连接的，这是最简单的，也是最强的。跳空缺口是一个强势表达。那么现在主要关注重点就在第二个中枢了，什么时候结束？判断一个中枢是否结束，我们有标准的，对吧？那就是3买和3卖，要么往上走给一个3买，要么往下来给一个3卖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它不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，它要走反向，或者说中枢继续向上生长，或者说走反向向下，这是这个不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。那它也可以继续围绕这个中枢震荡，震出9段来。震出9段之后，这个中枢就升级了，这个级别就大了。那么这个级别变大以后，前面全变成进入段，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，上面再做出来第二个9段中枢，那么这个中枢就变成了新的大 A 中枢，上面这个大中枢就是大 B 中枢，就变化了，对吧？这就是出现这种结构之后它的几种变化。那么至于它怎么变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能根据这个模型做这个一个推演，或者叫不测而测。我们不是在预测它是什么，而我们是在把它的各种变化都推出来，然后怎么变，我们怎么跟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就是缠论最重要的一个思想，不是去预测这个最高点是6313.96，还是6313，还是6312，对吧？我们不是要预测这个精确度，而是我们要跟随市场。市场现在继续要做震荡，或者说想尝试离开这个，那你就去应对就好了。一定是一个应对思想，而且是当下的一个应对思想，不是说是哎呀都走出来了你去应对，或者已经这个还没出来你就要抢跑，这也是不对的。那么现在就关注重点又变了，就是从4835上来这一笔，在周线上还是一笔，他想逃离这个中枢，对吧？现在在周线上也是走得很强，我们看一下裸 K， 在周线上也没有顶分型，但是从周线上这个结构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些东西。这有几个 K 线在这里，3根 K 线并排，3根 K 线，3根 K 线。我们利用之前的知识，我们知道，在本周期如果有3根 K 线并排的话，3根或3根以上，说明它的次级别或次次级别就有中枢了。有的时候是次级别，有的是次次级别，要看你分情况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本周期
现在还没有顶分型，所以它还没有结束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看它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。如果说内部结构很饱满了，即使现在没有顶分型，那么下周也有可能就要下来了。所以这个位置，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你要根据这种情况可能要减仓了，因为它上不去，因为它走的不够凌厉。所谓结构不够凌厉，就是它的这个中枢太饱满，它的结构太饱满。什么叫凌厉的结构呢？就是有这个浪形模式，很浅的一个回踩，一个浪形回踩之后继续往上走，这种结构是凌厉的。结构越简单越凌厉的，它的动能越强。这就是我们要观察它的这个内部结构，因为在周线上现在只有一笔呀，没有结构，没有看它的内部日线。那么日线上4835这个结构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，前面这里是一个20%的一个回调，因为特朗普的一个上台之后的一个破坏吧，可以说破坏20%的一个回调，当时确实也把大家都吓坏了，对吧？这几天跌都很猛，跳空缺口，2个大跳空缺口往下砸，但是没想到一个 taco trade 直接回来了，而且还新高又新高。所以说，这波上涨确实是出乎很多大机构的一个预料，他们都是到4800的时候，或者说从这儿往下跌的时候，都已经去看得很熊了，都看到多少去了？可能要看到4100去了，从这里都就看到4100，甚至到3800去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微转还是相当的出乎很多人的预料。那么现在已经爬上来了，我们就要看它4835之后的一个结构。4835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中枢，日线上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中枢。那么这是一个进入段，这是一个离开段。前面这个进入段是比较特殊的，因为它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，也就是川普发推文说，要跟除中国以外的国家暂停关税贸易战90天，对吧？暂停贸易战90天，造成了这天一个大涨。当时标普指数是涨了9.5%，这是非常暴力的一个上涨啊，对吧？报复性的一个修复。那么因为这根 K 线的一个原因，造成了这个结构，其实这里是有一个回撤的，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二买。如果说你要用一个模糊的一个画法的话，这里其实可以当一个二买，那这里其实就是一个1、2、3段，它其实是一个五浪，五浪上去之后一个回撤之后构成中枢，然后继续往上走，对吧？之所以这里要分析这么细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在比较，因为我们要比较现在有中枢了，我要比较力度了，是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，那么是前面这个进入段是这里作为起涨点，还是这里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如果说你是从4835来比较的话，它其实是3段，那么3段是构成线段的，你这个离开只有一笔，它俩级别不相等。你在级别不相等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比较的，必须同级别比较，比和比比较，线段和线段比较。那么这里如果说出现3段的话，3段的时候，那就可以比较线段了，就是后面这是3段，前面这也是3段，对吧？这是可以比较的。所以说现在比较的话，只能从这个点位比较，5101。那么我们从5101比较的话，现在是在0.382，对吧？它的等比例在哪儿？6810，也就是说它涨到6810才跟前面这一比，它俩的空间是一致的。只要不到那里，直接掉头向下的话，那说明它的内部就背驰了，它就跟前面这个进入段比较背驰了，它可以往下来了，可以回来。那么它回来的话也是一样，看看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来。不回到中枢里来，3买，继续往上走。回到中枢里来，中枢震荡，对吧？跟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个周线上不一样的吗？所以说，这就是缠论厉害的地方，大小通吃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你可以利用这一个方法操作任意周期的图形，分析任意周期的图形，任意股票都可以用同一方法来分析，这就是缠论牛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就是看关注重点，就是虽然说5943这个上涨啊，看上去现在是弱的，
不论是跟前面这段比，还是从跟4835比都是弱的，但前提是这段内部也要结束。那么我们关注重点又开始变细了，到这段了，也就是5943的一个上涨，5943到6313这个上涨有没有结束，对吧？它只有结束了，它才可以回来。怎样才能结束呢？内部结构，内部结构饱满了，充分了，那就可以掉头了。如果还是简单的浪形结构，它可以一直往上走，可以是9浪、7浪，因为我们有9浪衰竭、7浪衰竭，甚至能走出9段来。所以说，我们又要分析它的内部结构了。但是在降低周期之前，我们简单的看的话，从这个起涨点到这里的话，这里是有中枢的，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是有中枢的，说明这是进入段，这是离开段，然后这是中枢，这是离开，它的结构饱满了，可以结束了。它这个离开段没有力度，现在，所以这个的结构是饱满的，那么它完全可以结束，掉头往下走。所以说，单单从日线上来看，这段它结构它冲的不够强，尤其是离开这段。所以说，在它的小周期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的。我们看一下1小时上是不是这样，或者说30分钟上，或者说15分钟上，对吧？我们需要往下找它的周期。这里明显有一个中枢，下上。如果说这个回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低点哪个低？6237、6239。所以说这个低点低，所以它回落不够比，那么就这个是一笔的回落。那么中枢就在这里。这就是1小时上的这个中枢，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中枢，这是它的结构，1、2、3，也是一个3浪作为一个进入段，然后回荡，然后这个回落呢，现在我看一下，严格定义是不够比的，但是明显发现没有，它是这里很，尤其这一小根 K 线的回落，明显小心翼翼的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把中枢的价格。6284，那有可能是刚好回来了。6285没回来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个操作还是很精细的。这个主力也好，或者说这个合力的结果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中枢的上沿在6284，在周五结束的这个回落刚好在6285，没回来，还是很有意思。那么现在这个离开呀，它是一个3段进入段，然后开始做中枢，这个离开现在不够强。就这段的离开，现在目前看不够强。那它是不够强的话，看下周是不是要回来踩一下中轨，继续上，还是说直接一个下穿这个中枢往下走，都可以。毕竟这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。它想往上走的话，必须要有力度。这段现在没看到力度。如果下周一个跳空缺口，然后直接往上走，那这个力度就体现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说看下周关注它的力度。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？因为我们知道，有了中枢之后，你就是中枢震荡的一个策略。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一减仓，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加。怎么判断力度衰竭呢？那就是区间套了呗。你把这个观察的这段放大它，跟我们刚才从月线、周线、日线、小时一点点往下降低周期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么其他的就比较细了。那么再往下的话，周期比较小了，我们就不往下看了。我们就看一下其他的要出财报的这些。这就是这个标普大盘。我们来看一下下周要出财报这些，这个谷歌啦、特斯拉啦，先看一下谷歌。那么，因为它是在看一下哪天，7月23号盘后，下周三，看一下谷歌的大周期。现在这个周期是月线上，那么月线上也是这个回落，特朗普的原因造成的那个大幅回落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回冲也没有出高点，标普那里已经出高点了，现在这个谷歌的话没有出，所以说它是两个都可以要选，没有方向，要么是再次突破208.7，也就是意味着83.45上涨延续，再或者是跌破142.66，那么
跌破它的话，就是往下选的一笔，对吧？他看他怎么选。那么现在在月线上你就知道了，它没有选择方向。那么我们从观察83.45这个起涨点的时候，观察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两个方向都要看，你不能简单的就认为它一定要突破208.7，它也完全是涨到这个208.7附近，掉头往下来，再次去跌破142.66也可以。那么在它的次级别就会形成一个二脉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你在这个利用大周期观察的时候，如果它没有方向的时候，你就要两个方向都要看。那么看一下周线上，那么周线上也就是我高量的这段，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是分析过。好的，那么它的这个结构我们说一下，起涨点83.45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个五浪一个进入段，然后开始两次回荡做中枢，然后冲到208，咔又砸回来，砸的还挺深，砸到142.66，已经跌破了这个中枢的下沿儿，但是跌破并不代表这个要割肉，反而是进场的位置，对吧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。那么从142.66又是一个反弹，现在而且还突破了0.618了。这个0.618是针对208.7比较的，就是说这个下跌的一个反弹到0.618。那么现在在周线上也没有顶分型，它完全是可以出财报一个微转，直接再突破到208.7。我们测一下从现在的价格到208.7的这个空间，12%。如果下周三盘后或者下周三之前往上冲一冲，然后盘后一个10%的一个上涨，因为谷歌的有的时候它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它财报好的时候或者说指引比较好的时候，它能冲个10%，一般的话它可能波动就在5%上下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如果说真的是财报比较好，再次突破208.7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突破之后，你就要关注了，突破之后你就要比较，这就相当于离开段了，针对这个中枢，那就要看这个，首先要跟这个比较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就可以测一下，如果说它要是突破的话，大概可能的这个等比例的位置，等比例的位置刚好在206.16，哎，不对，已经突破等比例的位置了，这是1.618，1.618在206，所以说，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吧，206这个位置。那么就看它能不能够去突破206或者说208。那么一样的，能不能够可能呢？那么看一下这小笔周线上这一笔的结构，这是我们之前画的，这个回来做了一个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，但是前面这里还有一笔是没有回来的，那么它这个结构是有变化的，我们仔细看一下，那么就可以这么画了。就是说，它现在其实是两个中枢的一个盘整了，这里也有一个中枢，也是一个日线的。那么这个结构就变了，什么结构呢？我们说一下，142.66，这是进入段，两次回荡构成第一个 A 中枢，大 A，离开，然后再次回来，这是一个三买，这是一个三买之后还打了一个高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，182.45，还比前面那个178.13高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是大 A，这是大 B，两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，一个升级之后的大 A，或者叫 A 撇，所以这个是升级之后的中枢。那么它这个就厉害了。如果说这个能出去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里起涨点在这里，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两笔给它画出来。这是一笔，这里回来也是一笔，这上升也是一笔。所以说它的起涨点在这里，173.88。173.88是尝试离开。如果说这个能打出去的话，那就成个小 B 段了。下面是升级之后的这个大 A 中枢，这就走离开了。那这个力度再次突破208.7，基本上就，概率就非常大了。所以说呀，这是其中一种情况，只是其中一种情况。我并不是说
那肯定要这么走，对吧？因为它这段走的，你可以如果说往上走的话，你可以说它这个箱体也好，或者说这个盘整给盘的比较这个扎实，这个底打的比较扎实，所以说一旦起来的话，可能就有力度。但是呢，也可以说你这里上涨的没有力度，就是说比较纠结，对吧？你一旦一次想往上冲的时候就被拉回来，想往上冲就被拉回来，说明这个多空争夺也比较激烈。也可以说你这里是争夺比较激烈的，因为争夺越激烈的，它想往上走，它需要更强的力量。那么这个力量一旦不够强的话，就很容易被拽回来。所以也可以说它这里的这个争夺是比较纠结，争夺是比较激烈的。那么它也是可以直接往下砸，对吧？那么往下砸，这里其实是我们看一下裸 K，这是有2个均线在这里，200天和120天，测一下。如果说到200天5%，120天7%多。如果它要往下砸的话，肯定就是在这2个均线之下了，就直接砸破这2根长期均线，直接砸到这个中间均线下面去。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走反向，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在周线上，它完全是可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它完全是可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拉回到这个周线中枢里来。这里还有一个周线的120天呢，我们看一下到周线120天是多大？16%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。如果说真的拉回来的话，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所以说呀，你如果说想参与谷歌的财报的话，就买两边都买就好了。因为期权里面有很多策略可以赌双边的，而不是只赌单边，单边太难了。有的时候你财报的数字是很好的，数据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你指引不好，或者说你又有其他的一些理由让那个投资者担心的，也会造成你一个大跌的。赌单边是非常难的，尤其是财报。所以说，更简单的或更好的策略是两边都买，哪边涨了你就留哪边就好了。那么，在美国的朋友可能交易期权比我交易的都多得多，那么你们经验应该更加丰富，对吧？所以我只是简单分析一下，现在上下都可以，上下都可以，这是针对这个谷歌。我们看一下特斯拉，特斯拉财报在7月23，跟谷歌同一天。那么看一下它的结构，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一次它的结构，看一下它的大周期。现在它从这个488，也就是历史最高点，跌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。这个月线上这里是有一个大中枢的，又回来了。但是呢，它这个回来的这一笔啊，是一个递归用的，因为上面有2个月线那个 K 线是包含关系的，包含处理之后是不够一笔的。但是你要用，尤其是周期比较大的时候，你是需要用这种递归的。那么它这个递归之后的话，是可以先当一笔用的。那么这里就看它能不能够弹出去，对吧？弹出去就要去突破这个367.71。如果说本周或本月，看它能不能够突破367.71，或者说下一个月能不能够突破367.71。如果说能够突破这个位置的话，那这里反弹就够一笔了。其实还没有脱离这个月线大中枢，月线上这个大中枢你现在没有脱离它，除非是力量非常强的再次突破488，现在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够成一笔，或者说跌破214.25，那就是488.5的一个下跌延续，对吧？因为你新的一笔只要没有生成，你就不能说它前面这个下跌这一笔结束。这就是这个，你在当下做当下分析的时候，你就2个方向都要观察它，因为它是其实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。看一下它的次级别，所以说从138到488就是一个类似一个中阴段，它往上走也可以，往下走也可以，要么是再次突破367.71，那就是214.25上涨延续，或者说跌破273.22，那就是367.71下跌成一笔，也就是在周线上它就是还是在围绕中线上这个中枢在做震荡，对吧？
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了周线的一个二脉了，它就回来，甚至是直接走反向也可以，那就变成了什么呢？那就变成了一个1、2、3，构成了月线上的一笔，然后那个下跌3段，这样的直接跌破这个214.25，也是3段，就构成了月线上的一笔回撤，就这样的一个结构了。就是它现在在这个位置没方向，在周线上是没方向的。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周线上，周线上没方向，所以说还是没选。看一下日线上，从214.25到367.71这些 K 线，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一次。那么看一下这个结构，说一下这个现在这个结构，这个进入段，或者说这个一笔，然后这里是震了2次，现在开始反弹。我之前说过，看它这里有一个趋势线，现在基本上快到那个位置了。这有一个趋势线，就是2个高点连线。如果说它突到这个位置，周三之前突到这个位置等方向，那就有意思了，对吧？突到这个位置等方向，那可以上可以下，那就看这个马斯克怎么给大家画大饼了。一般有的时候特斯拉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即使是财报数字不好的话，那么随便出一个饼师马斯克随便画一个大饼，都能让特斯拉暴涨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投资人不买账的话，那就可能暴跌了。所以说，它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结构，就是一个趋势线。那么到了这个位置，如果说下来的话，那就要去跌破273.22，那就变成了一个进入段，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反向中枢，这就是离开了。那就如果说力度强的话，那就要去跌破214.25了，就是往下来。往上走的话，那就是这里其实就做了一个中枢，也是做了一个中枢，这就是变成进入段了。214.25就是进入段，那么这就是中枢的一个中枢的位置。那么这里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，这是一个跳空缺口，直接啪往上走，那就强了，对吧？所以说看它在周三或者说周三之前怎么选，就是尤其是这个趋势线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，这根趋势线，它一定要突破，强势突破这个趋势线。如果说也突破了367.71，但是没有力度，那很有可能要再下来一次，然后再上去，也可以。所以说现在就是，不好做的。你如果说手里没仓位想赌的话，其实是不好做的。看一下空间，从现在这个价格到367%10%，对吧？如果说跌破273的话，17%，这就深了。那上下10%吧。如果说特斯拉要选方向的话，那么还是一样，不要去赌单边，不要去赌单边。长期看好特斯拉或看好马斯克，就是叫什么无脑粉、脑残粉的话，那你就那个加减仓嘛，涨多了减一减，加多了跌多了加一加，对吧？就是你也不管它什么消息了，这个那的，你就利用这个图形来这个做加减仓的一个操作，调整你的仓位就好了。我再看一下几个其他要出财报的，这是这个要出财报的 QS，这个 QS 啊，这个图形非常牛，但是这个盘子是比较小的，现在是14.64，这是应该跟量子计算相关的这么一家公司。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发现它，之前没有发现它的话，现在进相对来说比较难，能拿得住，毕竟它之前在这里盘了好长时间，对吧？下面盘了一个超大的底，如果说能够当时第一时间发现它的话，这是非常牛的一个股票。你看在周线上，它是一个趋势的一个打破，就这种类似一个阴跌的一个趋势被打破了，就这段非常明显的一个破坏结构，就是从一个缓慢那个下跌的一个结构变化，它不再继续延续前面这个结构了，说明它要变化出一个新的一个走势类型了。那么尤其是周线上，这个尤其是在6月23号这一周涨了54%。虽然说那一周看上去涨得很凶，涨了54%，其实是这一周才有信号。你在操作的时候，它没有信号的时候，你要进的话，埋伏的话，其实是很难拿得住的。你看它从前面这里，从这个30多在这里震，你要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行业，
对这个股票没有信心，你是很难拿得住的。30多跌到3块多，对吧？直接就腰斩又腰斩。那么直到这个6月23号这周才出现新的变化。那么这一周虽然说涨了54%，其实是刚刚开始。如果说你那周发现它进去，也才6块多钱，现在已经14了，已经翻番了。所以说呀，很多股票啊，你不跟踪它，你是很难发现它的，或者说你不去做复盘。一般我们这里复盘只是挑选几个动能比较强的，或者说要出财报的。一般好多人做复盘做的比较详细的，就是把很多股票都看一遍，大量的股票做复盘，你才能够发现那种。所以说这个功课是需要每个人去做的。但现在你要想那个追进去就很难了。因为它涨的已经涨幅很大了，它从这个6月25号这几天开始变化的，就是6月25号这个跳空缺口这天开始变化，它已经涨了很多了，181%，对吧？它随时可以来一个10%、20%的一个回调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所以说它6月23号出财报之后，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但是整体来讲，就是说中长期看，啊，它的空间是打开了。对吧？现在是如果说真的能打开空间的话，起码能到这儿啊，能到80，这个空间是已经打开了。但是不知道它是不是要蹲一下再起来，还是说再次跌破3.4之后再起来也可以。那就是相当于让这个下跌的这个结构变得更饱满一点，然后再起来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手里没仓的话，其实是很难拿得住它的。有的话肯定可以继续拿，给你一个明确的顶分型的时候，你可以减一减，这不就是一个顶分型了吗？减一减仓，看它给一个能不能够给回调。给回调的话，就是一个300，下面是有中枢的。所以说，如果真的是给一次回调的话，这个位置要进，甚至是要多加一点这个回调这个位置。你也可以从它的这个起涨点测一下潜在的回调位置。假设这个15.03就是这个潜在的高点的话，那看能够给一个10块钱，甚至是9.59。那么这个位置还是300，因为下面这里是有中枢的，这是有一个中枢的，就是从这个起涨点3.4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个历史最低点，就目前的最低点3.04。这3.04就是你的防守位，最大的防守位在3.04，只要3.04不破，你就可以一直拿。3.04，3.4啊，不是3.04。3.4就是你的防守位，3.4不破，如果说你在下面一直跟上来的，那么你就可以一直持有。这个3.4就是你的防守位，对吧？但是你现在追的话就不好追，所以说最好是等它一次比较深一点的回调，利用这个财报啊或者什么其他事情的一个刺激，比如说突然蹦出来一个坏消息，反而是给到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的话，那肯定要上车的，因为它的空间已经打开了。现在这是针对这个 QS，然后再看一下英特尔。英特尔的话就是，呃，怎么说呢？也是它有点那种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大而不能倒，类似这个波音。虽然说波音也出了很多很多的事儿，但是你看波音的股价并没有下跌很多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波音229，你看波音的这个图形，前面这个各种负面消息砸到了137，甚至砸到了128，那要怎样呢？现在不是还在229吗？对不对？它虽然出了那么多事儿，它其实还没有脱离这个大的中枢，它又上来了。所以说它这个中枢的区间很难被破坏掉。这就是波音这种大企业，尤其现在特朗普对这个，他其实是一个很护犊子的一个领导人，一个这么一个商人，他对自己的企业，尤其牵扯到很多的这个就业的时候，他是非常护犊子的。那么像英特尔这种也是啊，它牵扯的这个职位太多了，你想让它真正破产呢，或者说倒闭呀，那太难了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说有这个精力跟他耗的话是没有问题的。虽然说他现在这个也在追赶 AMD 和这个英特尔那个英伟达，但是你看它图形你就知道了，它还在挣扎之中。那么现在如果说这里能弹一次的话，
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，弹一次起码给你一些机会，给一些利润。从44到现在的价格23，这个空间是有的，80%几、90%的空间，对吧？或者说不到那个位置给一个3买，给一个3卖也可以啊，给一个3卖再下来也可以。就是说月线上这个结构它没有完成，就这个离开现在有希望往回拉了，因为这个中枢是很有意思的，中枢对往上或者往下都有吸引力。你往上走的话，它就会把你往回吸；你往下走，它也是把你往回吸。所以说它是这个对上对想逃离它的这个比都是有吸引力的。所以这里是有吸引，上面有个中枢在这吸引着呢，有可能把它吸上来。吸上来，你可以做一下这个黄金分割的一个测量，看看它能不能够到一下30、34，或者说38。到了这些位置，如果说力度没有力度了，结构很饱满了，那你就知道了，3卖。针对这个大中枢都是3卖，那都还要再下去，要么是给一个2买，要么是再次跌破这个17.67，给一个盘整背驰，也可以，对吧？这就是你一点点计划。现在你就要计划这里反弹出来这一笔，因为最低点17.67现在一直没有被打破，月线上现在也有也有底分型了，对吧？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，周线上17.67这个位置，现在17.67也是反弹够一笔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从10.67这个上涨没有力度，就是从10.67涨到现在这个价格23没有力度，而且它的次级别还是3段，不像前面这里，你这段涨的还是挺有力度的。所以说现在这个没有力度啊，更有可能的是直接再下来，再次跌破10.67往下走也可以，那就把这个月线那个底分型就打掉了，变成了一个中继的。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跌破10.67一个空头陷阱，它可以跌破它直接往回拉，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做多的一个机会。所以说盯着17.67，如果说快速跌破17.67，然后往回拉的时候一定要进去，因为是一个破底翻的这么一个模型。破底翻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。从现在的价格到17.67的话，我们看一下空间，22、23，这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一般英特尔的财报，它如果比较差的话，可能10%左右，10%以上的一个空间，上下10%吧。如果说往上走，那就看这个中枢上沿儿14%，说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。往上走，你就到了中枢上沿了，你就卖一卖；往下来，如果说到中枢下沿儿，或者说跌破10.67，但是力度不够强的，你就赶紧买一买。它往上走还有一个120周的均线的30，这个空间是比较大了，所以说更大的阻力在这个中枢上沿这里，26.43，还有这个前面这个小高点27.55。所以说呀，针对英特尔，它也是一个可上可下的这么一个位置。好的，这是下周要出财报的这么几个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。然后呢，再看一两个最近动能比较强的，跟稳定币相关度非常高的，对吧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比特币。比特币的话，现在在118244，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。那么最高点在123231，这是历史最高。那么我们之前分析过它的大结构，我们简单看一下小结构。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，日线的结构这是一个3段构成一个进入段，然后开始荡，然后一个离开，对吧？现在这个离开有可能要结束了。为什么说有可能要结束呢？因为你看这里一堆 K 线，这里都不够比，所以说是一笔上来的。那么现在已经出现2堆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堆，这里有一堆，它可以再打一个高点，再次突破123231，那么这个结构就饱满了呀。进入段大 A 小 B 大 B 小 C 完事儿了，结构很饱满了。如果说上涨的力度不这个的力度不没有那么强的话，就是再次突破
123.231之后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里回落一笔，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盘整上，这里有一个中枢，这里有一个盘整，那么给到这个回落，看看能不能给个300。最次的当然就直接拉回来了，对吧？拉回来就继续震，拉不回来就是300。你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看一下，看它能不能够到这个113，到110728的话也没回来。如果说到110777，那就回来了，对吧？根据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，看一下潜在的这些位置都有可能得到支撑。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没有的话，肯定不能追了，因为它随时可以结束啊，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。所以我一直建议这个比特币呢，就是买它的 ETF 就好了，长期看好。你这个你也别说什么郁金香啊、什么泡沫这一堆废话的，没有意义。我们做交易就是一个供需关系，那有人买这就有人卖，有人卖可能就有人买，我们就只看价格。而且比特币现在已经证明了他自己，现在你让他退出这个世界，现在是不可能了，他已经在这个世界扎根了。所以说，你要是操作它的话，就买它的 ETF 就好了。这是这个针对比特币，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跟比特币相关度非常高的稳定币，或者说几个这个交易平台。这个 Circle Internet Group 大家都现在应该比较熟悉了，稳定币的发行商。但是呢，它不是最大的发行商，最大的是 Tether，它是第2大的 IPO 价格31，这是这个从64，或者说如果说你从31算的话，就是涨到298，基本上涨了10倍嘛，短时间涨了10倍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么现在这个情况，日线上已经有结构了，从64上市后第1天的最低点算的话，这是进入段的话，现在已经有2笔了。之前我们分析过一次，它是在这里，它当时这个反弹也够比，那当时反弹的很浅，但是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，对吧？出现了顶底分型之后，不代表100%要回落一笔，你要去看它的小周期，你要看它的次级别、次级别的，你要根据当下的一个结构、当下的一个情况来分析的。所以说我在这里再次强调，我不是在这里喊单，我说啊这里出现顶分型了，这里一定要100%要回落一笔了，对吧？你如果说按照这个操作，那你肯定就亏了呀，因为你这个位置卖了，可能这个位置买不回来，它继续往上走，对吧？所以说一定是根据当下的一个结构，你要去看它的内部有没有背驰，有没有盘整背驰，有没有结构，那你要买回来，或者说你就不动也行啊。那么现在这个结构呢，周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盘面，非常夸张的一个盘面呢。周五它一个上涨，这里是有10%的一个空间，然后最后竟然是跌了4%左右的一个下跌，所以说它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。如果说你去追的话，那就很容易被套在这个尖尖上。所以说这个现在操作这个股票的这帮机构啊，还是很凶的，或者这个合力表达还是非常凶猛的。我观察过几次它的这个日内这个图形，非常凶猛，非常凶猛，而且交投非常活跃。首先这个股票非常非常活跃。那么现在它这个结构从171.5涨到262，已经弹到了0.618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从前面这个下跌的反弹的0.618的位置，但是现在虽然说周五下跌的很猛。那么现在还没有这个日的顶分型，这里再跌一下的话才会有顶分型。那么现在顶分型也没有，看一下这段的一个小周期，小周期上是有结构的，这就是从171.5上涨之后进入段，然后开始荡，然后从这个价格188.1开始走离开，这段杀的是非常猛。现在我们目测，这是小 B 段，这是小 A， 小 B 明显是大于小 A 段的，没有背驰，但是没有背驰，它的内部你看这里是有中枢了，所以说它这个离开，就周五这个明显是一个离开段，那么这是一个中枢，这是进入段，所以说它是有背驰回来了。那么现在这个回落，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回落了，回落现在已经到0.5了，那更深一点可以到0.618，都回不来，还是300。还是做多，看它是不是直接再打一个高点微转，
还是说在这里做中枢？那么这就是大 B，这是大 A， 还可以打一个高点，再结束整个的这个结构。现在就说的就是这个结构不够饱满呐，或者说直接一个3笔也可以。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日线上一个盘整上带一个中枢进入段离开，然后右侧就是一个3笔的一个回撤，构成日线上的一笔也可以，对吧？那么关键就是在这个反弹这一笔，这笔反弹会给到一个1小时的一个2脉，所以现在这笔反弹还没出现呢。那么首先这笔什么时候出现呢？那叫这一笔下跌结束，它现在这笔下跌还没结束呢，它的这个从262下跌的还是杀得很凶的，连续杀了5个小时吧，1、2、3、4、5，杀了5小时之后，现在开始做横盘。如果说周一没有力度，或下周没有力度往上走，那可能还要继续再做2个小中枢，可能就到了216.67之后可能再弹。如果说弹的不够强，那就是2脉，看它再回来，甚至是直接杀掉这个前面这个低点，对吧？这就是一点点跟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交易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。那么你千万不要去追涨，这个一旦追涨就很容易被套在里面。这个我比较，表达的还是非常强势。好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，再见。